这谁也没想到啊，哈佛女孩的事儿，她居然引起华人世界的尖锐对立，大家是不是入戏太深了呢？更有甚者，有些媒体大 V 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你不是一直在反对打棍子扣帽子吗？你现在怎么都干成这个了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咱就聊一下哈佛女孩的专题。我想从3个方面，第一个，她讲了什么，以及各方的反应如何；第二，那华人世界为这个事儿，它尖锐对立的矛盾点在哪里，能不能解开；第三件事，这个哈佛女孩接下来还能不能留在美国；第二，她如果想回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咱们还是先说第一个。5月29号，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其中有一个华人女孩叫蒋雨蓉，她呢发表了她的演讲。我必须得原文复述一下她要点的内容，你就清楚这个华人世界的对立啊点在哪里。她提到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共同的未来，就不要忘记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他们也是人，看到他们的人性，我们也就找到了自己的人性。这是第一个正义点。第二个说，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女人买不起卫生巾，她认为也是一种不富足；如果小女孩怕骚扰不能上学，她也是对资源叫践踏。然后是一个小女孩如果又死于一场战争她也会死去一部分。这个当然唱的比较高调了。这个演讲起来，我想说本身它没啥毛病。那各方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中国的主流媒体或者说中国的官方对这件事儿就开始往华人之光那方面去包装和引了，因为大量的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在讲，这是咱华人的骄傲。哈佛大学400年就这么一个华人女孩在演讲，是往捧的方向。但实际上一直是跟着党走的这小粉红不买账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群体，他们认为这个哈佛女孩，你说是我们实际上不包含我们那是他们。他们讲的这个他们实际上就是非富即贵，权贵里边可不包括小粉红，尤其是基层的小粉红。小粉红实际上并不会拿着蒋小姐当成自己人，华人之光跟他也没一毛钱关系。第三个，那美国的右派可抓住一个把柄了。哈佛大学你不是一直在亲共亲中吗？这不就是把柄吗？因为这华人女孩其中讲到了什么全球的命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他们就愣理解为这不就是老习提出来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吗？那第四个，其实美国的左派也不买账。本来安排你演讲，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发出自己声音没错，但你不能夹带老习的私货，你就把这事儿搞砸了，你这不做成一个家生饭吗？实际上蒋小姐的事儿各方都得罪了，没有什么满意的。那我想说一下他自己感觉到受委屈了。在6月2号的时候，他发表一个声明，就讲到了自己的一些事儿，把一些人又得罪了一遍。首先说，他说小时候其实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这就有点卖惨的这意思了。然后呢，我是以自己的成绩考上那个杜克，考上哈佛的。家里小时候还受到欺负，上学的时候还受到了欺压和霸凌，在郊外被人家扒光了衣服，被一些同学羞辱。这个事儿真与假我们无从去判断，只是他自揭家丑的同时实际上揭的也是中共的丑。一个青岛的小学生、初中生居然遭受的学校的霸凌，可能是长时间的霸凌，这是孤立现象吗？这不正好是中国的反人权或者说低人权模式吗？所以中共又得罪了一遍。第二个，他要提到说小粉红我们是一起的，我也很穷，我也是原生家庭，小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妈妈不停的搬家。那小粉红马上就讲，你小时候再惨，但后来你混起来了因为在哈佛大学也好，英国留学也好，
这些都是花钱的主。虽然他讲，哎，我是用4年的积蓄挣的哈佛的学费，但你生活费呢？你生活费加起来这么多年，是你4年挣的吧？你不还是生在一个非常棒的家庭吗？小粉红啊也没原谅他。至于说美国呀，更不在，已经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方面，怎么这件事儿却引起来了华人世界，尤其是海外媒体的尖锐对立呢？都骂起来呢？因为这里边呢，就涉及了一个贴标签打棍子的事儿。有人就讲啊，我说这可能主要是那个华人的川粉，他讲这不就是老习的大外宣吗？他都讲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虽然说他的原话是休戚与共，不一回事吗？我想说啊，这不是老习的原创。你要是往根上倒的话，他说的没毛病，这不就是普世价值吗？你要是反普世价值，那你还是人吗？这个根儿啊，应该倒在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叫《世界人权宣言》。我给你选读一段，你看看这位蒋小姐是不是这个意思？普世价值的是一种展示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法治、正义、平等和不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一个包容、公正、宽容、开放和具有包容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最弱势群体也应该得到满足。他讲的这些不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吗？那这些东西左派一直在讲，他右派不是一直也在讲吗？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这个话如果不是在蒋小姐嘴里说的，再换个人，如果是里根说的，因为里根说过无数次类似的话，如果是奥巴马说的，你还说他有问题吗？所以说很多人是为了反而反，就往蒋小姐的脑门上贴一个通共、一个小粉红、一个大外宣的标签，就开始骂上了。我觉得本身你不客观。这句话如果川普说了，你咋说？因为川普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原话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啊，分歧点就在于这位蒋小姐她是不是大外宣的事儿。我个人感觉她应该不是大外宣，尽管这段时间她成了一枚棋子被利用了一下，这也不是她本身要被利用的。好，那我们再说哈佛大学在这件事上有啥错呢？我也不认为它有错。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机构一直在方向上是正确的，无非是有的地方呢，他做的有些步子太大了，扯着蛋了，也仅此而已。你接下来把步子迈小点就不行了吗？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批判他方向走错了，就要对他进行言论管制，甚至说对政府对他进行打压。那你这个肯定啊，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极左不对，那极右他同样也不对。更有甚者呢，有些华人的川粉呢，居然在反对多元化。他不清楚，如果没有左派的多元化，是不可能有华人现在的成就的，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机会。你可以反对极端的多元化，或者是极端的极左，但是你不能否认多元化对你的价值。那自己在这个国家呀，本身就是少数族裔，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蒋小姐这句话说的有错吗？好，我们再说一下，有些人讲哈佛大学和中国或者说中国走得太近，你看人老习的女儿都来哈佛大学培养的，这个呀是你错了。因为什么？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影响力、文化的自信，或者说输出。给你举一个例子啊，那你说中国他每年培养大量亚非拉的人、领导人的孩子来这儿上学，为啥呢？不就是要输出文化影响力吗？输出文化吗？你来我这儿学个4年，你出去没准过一段时间当个总统。非洲不是有些国家总统就是在北大毕业的吗？就是在清华毕业的，有的还是石家庄陆军学院毕业，现在已经当国防部长了，不是有比比皆是吗？现在这些人都为中共的马首是瞻，这是多划算的一笔买卖呀！你看，美国的教育资源当然可以输出了，你输出的时候他反对你。这些领导人的孩子把自己的子弟把孩子送到哈佛来，送到美国来，你给他双方4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洗脑，那你说谁划算？那你肯定是美国划算。你要对自己文化的这种普世价值输出有自信，你要因此讲啊，
你就不应该招收中共的学生。那你要问，政府还在和中共打交道呢，这老川不停的讲啊，老习是他好朋友，金正恩是他好朋友呢。那你想，他一直在说我和这个普大帝啊，我也是好朋友，关系不错，他是个很好的人。你咋解释这个呢？那你要说他也通共吗？老川通不通共？老川通不通习？所以有时候啊，你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哈。我个人认为，哈佛大学招生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孩子，这恰恰是一种影响力的输出和自信。你有本事把他洗脑了，你才成功呢。那第三个，我想说一下，接下来他的签证或者绿卡是否有可能被吊销？因为现在的公开数据不能代表说他就一定拥有绿卡。但是呢，你也分析，因为他曾经讲过，说我原计划在美国工作几年，现在我考虑转向海外。他既然想着在美国工作几年，那仅仅是学生签证吗？这个是存疑的。我想呢，大概率是有美国的绿卡的，当然这个要留在接下来去验证。那现在美国的形势国务卿罗比奥就讲的，他要大力积极的吊销学生签证。实际上绿卡呢也不保险，你毕竟还没有入籍嘛。他可以以你这个通共反美或者各种极左他就可以给你吊销签证。如果有绿卡的话，他同样也可以吊销所以我认为呢，他留在美国的机会不大。当然了，这也是个变数。第二，那他回到中国是不是你就能够如鱼得水呢？我想他100%是不可能回到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他是青岛人，在山东有句俗话叫做黄泥巴掉裤裆，它不是屎也是屎了，就是你现在已经洗不清了。我给你讲一下最近官方的一些媒体学者他的署名文章，这种文章还很多。他的一种论调就是认为这位蒋小姐她有间谍的嫌疑。华川粉给她贴上通共的标签，小粉红给她贴上一个间谍的标签，她里外不是人。我给你节选一下，这位姓谢的某战略学者这是他自称的，说蒋友荣的爸爸是绿发会的秘书长朋友绿发会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极端环保组织。你看这大帽子叫国际极端环保组织，他那个叫绿发会嘛，经常给我们的基建农业项目找麻烦，打着环保的旗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帽子更大，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接下来又讲，因为绿发会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说白了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对于我国农业基建各种狂吠。而蒋友荣这个在哈佛演讲中大放异彩，也很可能是绿发会安排的，目的是毕业后回到中国更好的开展他的活动。这不就是间谍吗？他又讲到，用董明珠的话，像蒋友荣这样的人就是海归中的精英，他们从小比寒门学子出发点高，甚至蒋友荣进入哈大学是绿发会直接推荐的，连省考都免了。这种人我们怎么能提防？事实证明，西方的渗透远比电影的精彩，只不过蒋友荣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没回来就被国内的网友扒光了身份，多年的准备打的薯飘。你看这个论调它不是代表这位所谓战略学者一个人，这是主流媒体发出来，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小粉红他是有间谍嫌疑，咱不能用他。本来想把它包装成华人之光，一看这小粉红不买账马上他就成了一个弃子，本身就是随便利用一下，而不是长期培养的结果。所以我讲接下来的目标他留美不容易，回到中国的话也属于叫死路一条，不是屎也是屎了。那第三条呢，就是他讲的，他有可能会开始转向海外从事国际发展领域的工作。这个海外呢，就有可能是英国或者其他的国家。本来他计划要到非洲2个国家去搞那个多元化嘛，
我想这个也许很哈佛，很符合他人生的定位。总之，留美和回中国啊，都不是好选择。好吧，今天就要聊到这儿，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来发表您的观点。再见。